按照目前这个就业形势下去啊，我觉得大学只需要开8门课程就可以了：电销班、打螺丝班、客服售后班、外卖快递班、主播团播班、街头小吃班、考研考公班、不能躺平班。现在他们2点，我有病啊！真的也不是，说视频还是有人多，那里边有几个视频。我的妈！黑龙江本硕博的双选会10多万人参与，排队都排到地铁口了。那高考时候壮志满怀，感觉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；等找工作的时候，感觉天下英雄如蝗虫过境啊！啥时候父母口中的别人家孩子这么多了？黑龙江才3000万人口，本硕博11万，关键还是刚毕业不久没工作的本硕博。你要是放眼全国的话，这得多少？人家说1分1操场，这些硕士博士那得清空多少操场啊？说这场9月15号的招聘会，80%岗位要求硕士以上。我看图片还有那个台球助教也搁他招聘的，甚至还有说那个洗浴的都来招人了。搓澡技术精确到微积分了吗？就这就业环境啊，从2026年起，就业将正式进入地域模式，首批延迟退休政策全面落地。那单位里那个65岁的领导还搁那在岗呢，那新人进不去，老人出不来呀。对，你想考的编制，想进的国企，想抢铁饭碗，你搁谁手里抢啊？而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也将突破1300万，一年攒一年的人越来越多呀。10万人抢的岗位又有多少会被 AI 逐步取代呢？当学历不再等于出路，当努力不再换回回报，我们才真正意识到，不是年轻人不奋斗了，而是奋斗的路太难了，比取经都难呐。所以你还天天为自己家孩子上个本科卷生卷死的呀？啥不卷不是更完吗？来，你看看这工资来，你让他挣4000，你让孩子打工挣不了4000，也能挣3000吧？现在这物价4000、3000，那穷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省下你卷孩子那俩钱吧，等他大学毕业啊，再管你要生活费的时候，你还能掏的痛快点。现在缺的不是大学生，缺的是大学生的钱 money。 学历其实就是一场骗局，它的首要作用是掏空家长的钱包，同时呢还能减缓社会的就业压力。家长成了教育的蜡烛，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整个教育产业，养活着学校、兴趣班、补习班、文具店。家长花了那么多钱，自己的孩子呢毕业即失业，你敢信吗？我国今年1200万的毕业大学生，而就业岗位呢从1000万减到了400万。学生呢学了20年的知识，到社会才发现一点都用不上。学校只会一味的告诉你，努力拼搏你就能出人头地，从来不告诉你社会的竞争中需要拼运气、拼爹、拼谁的脸皮厚，拼谁的命更硬，谁更不要脸。学生呢走进社会才发现自己被骗了，努力学习换来的是你的学历在人才市场上呢不值一提。学历贬值的时代已经来了，如果你还在一味的拼成绩、拼学历、卷体力、卷消耗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卷死别人的同时也卷死了你自己。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？我工作1整年存了3700块钱，我1整年赚了什么东西？3700块钱比我大学时候的存款还少。我人生中第一笔工资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是个炎热的夏日。哦，这样我有。我工作了1上午，回到宿舍，打开空调，关了灯，脱了衣服，准备美美的睡一觉。然后我的工作群里面、同事群里面突然说发工资了。哦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笔工资。我手颤抖着打开，我手颤抖着打开。好的，建设银行732个5毛4。我记这个数字记一辈子的，好过分！我天都塌了，我那一中午没睡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坐在床头，我这么坐着，我坐了1中午，下午去上班了。我是短信先收到的嘛，我以为那是我的淘宝退货，我的淘宝退货到账了，最后我就不相信，我就打开那个钉钉不是有个工资条吗？我打开那个工资条，那工资条特别贱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工作辛苦啦，732块5毛4。头2个月工资加起来倒数2700块钱。
我就去财务那边，我找到财务，我一开始想跟他们娓娓道来，有理有据跟他们讲道理，跟他们理论为什么我会这么少钱啊，你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走到那个财务那边去，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我工作了2个月，整整2个月，到手2700块钱。那个2700块钱一说出来，我眼泪叭的一下就流出来了，我眼泪跟着那个2700一起出来了。你知道的，如果你哭了，你就不能再有理有据的说话了。你哭了之后，你再有理有据的说话，你就像个窝囊废了。也可以，你就只能发癫了。所以我选择了发癫，我还不是选择做窝囊废。我说。我工作2个月，你才给我2700块钱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一天都不想干了，我走人。财务那边其实财务那边也很惨，因为你跟财务那边没有关系，你知道，他们也是打工人。他们就跟我说你这，你如果实在困难的话，我就资助你。他以个人名义来资助我，他真好。我虚荣心很强的，我说我不是没钱，我有的是钱，我只是觉得你们这种行为不对，我卡里1分钱没有啊。我说我不是没钱，我有钱。哎呀，然后他觉得你有病啊。前阵子的外卖大战透露出来，我们中国的现状是什么呀？就是内卷，卷到到处都在失业，到处都在加班，服务员、外卖员累得都能哭出来。外卷呢，卷到到处都在受限。就是我有一个出海的业务嘛，所以我看到了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在对中国加关税。去年那个财务部，泰国他们就很直接嘛，说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严重的损害了当地制造商的利益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，但这个就是现实。你像我已经做了近5年的生意了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局面。前脚呢，泰国关税加了7个点，后脚越南跟进10个点。全世界其实都在防着我们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真的已经把全世界的制造商几乎都卷死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我们很牛，卷死了全世界，那我们自己赚到钱了吗？没有。我身边很多做外贸的朋友，现在都是宁可不赚钱，也绝不能让同行赚钱，就这样的心态。大家想的都是先把对手熬死，只有我熬死对手，我才能活下来。这种恶性竞争把所有人其实都在拖进泥潭。更扎心的是什么呀？现在我们其实连休息都有负罪感，就像我们做自媒体的啊，晚上睡觉前看到别的博主在直播啊，等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人家还在直播，我真的会有一点睡不着，而且会慌。第一，我承认挣钱要拼命；第二，我觉得人家恨不得24小时连轴转，我只工作了10几个小时，万一我以后赚不到这些钱了怎么办呀？所以我就又困又睡不着，失眠。这种病态的勤奋正在毁掉我们每一个人。我给你们算笔账啊，现在连比亚迪都已经卷到7、8万了。按照这个趋势下去，要么大家一起死，要么只剩一家独苗。但是就算到最后的赢家，面对的也已经是一个支离破碎、被榨干的市场。这个就是恶性竞争的结果，没有真正的赢家。更可怕的是什么呀？本来就业机会是很多的，但是现在一个人要干2、3个人的活，老板没办法，因为他也活不了。再说谁又会嫌钱多呀？员工会觉得啊比失业强，结果就是表面上大家都有工作，实际上都活不下去。有人说中国人的工作效率等于4个欧洲人、5个东南亚人、10个非洲人，听起来很牛，但背后的代价是我们卷了全世界，但是我们的人依然没什么钱。这样的模式又能持续多久啊？我去过不下10次东南亚，都说东南亚人懒，确实懒，但是当地政府宁可损失效率，也要去保护本土制造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如果让中国产品无限制的进入，本土产业链就会全面崩溃，等失业率变高了，社会就不稳定了。现在全球贸易就是一个水桶理论，我们对美国几千亿的贸易逆差，美国一定会加关税，我们的产品最后只能流到其他国家。
但是没有几个国家有这么多人、这么大的市场，可以接住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产能。光伏产业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明明是世界领先的技术，结果便宜到欧洲农民拿来当护栏用。化工行业全球1/4的乙烯产能，原本在中国，现在扩展到面临倒闭，这个已经不是竞争了，这个叫自杀式倾销。底层逻辑当然很简单，当你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压榨自己人的基础上，这种优势是不可持续的。房价跌了，股市跌了，大家都没钱了，内需怎么起得来啊？短短10几年，恶性竞争已经严重了10几倍。以前加盟奶茶店的一个区域只能有1、2家奶茶店，这叫品类保护。现在呢，一条街全都是奶茶店，互相降价，到最后都在赔钱。那消费者确实得到实惠了，很多人觉得便宜了是好事儿，但是行业健康的生态已经没有了。一旦大家喝惯了10块钱的喜茶，喜茶就不可能再卖回20、30。现在我们整个中国制造业不就是这个状态吗？所以现在都在说创新出海，但我看到的啊是在这说漂亮话，结果只是换个地方继续搞价格战而已。每个中国人出门第一件事做的基本都是靠低价倾销，换个地方继续挨打。所以真正的出海应该是什么呀？文化出海、产业链出海、科技出海。就比如像日本的动漫、韩国的化妆品、美国的复仇者联盟，这些才是高附加值的输出。但现实是什么呀？是我们的企业家还在想着怎么降成本，怎么干掉竞争对手。这种思维如果不变，到哪儿都是死路一条。我见过很多老板宁可自己赔钱也要先把对手搞垮，这种零和思维注定了大家要一起完蛋。真正聪明的商人应该想着怎么把蛋糕做大，而不是去抢别人的蛋糕。未来的机会在哪儿啊？在那些别人不愿意做或者做不了的地方，在那些需要创新、需要技术积累、需要品牌沉淀的领域。价格战的时代，我希望赶紧过去。我们拼的是综合实力。记住我说的话啊，当全世界都会防着你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反思自己的打法是不是出了问题。低价倾销、疯狂补贴，这种路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再不去遏制、不去转型，可能真的就没有机会了。就谈谈今年这个校招啊，没人要简历，所有人简历都不要。你马斯克、袁隆平来了，不要简历。所以呢，以后高中生不要读大学，初中生不要读高中，小学生不要读初中，直接他们幼儿园就业啊！不要简历，没人要。今天啊，我亲眼见证一个硕士生，港大硕士，应该也是个985本科，拿篇 Nature 去找华为 HR， 不要，一个都不要，没人要的。真是袁隆平、马斯克来了，不要简历。天哪，完全没有想到2025年找工作比2024年还要难。就是前几天我不是有一个浙大的朋友嘛，他找我吐槽说他们整个部门都被裁掉了。他从毕业的时候就在这家央企里面工作，我们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铁饭碗，但是谁能想到直接通知他30天内必须找到新工作，他整个人都是懵的，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央企的工作都能这么不稳定。其实这已经不是个例了，从2024年开始，国企、央企裁员的消息就非常多，比如像南方电网缩编，多个部门直接砍掉，还有像某国银行取消了60%的扩张计划，去年才进去的应届生，今年成了被优化的对象。过去大家都觉得国企、央企进去就能躺平，结果现在裁员比大厂还要狠。所以2025年找工作不能再只看公司名气了，还要看这家公司到底能不能活下去。那怎么判断一家公司能不能撑住呢？接下来我分享3个方法，全部都是我亲身经历的，你们一定要学，让你们在新的1年内找工作不踩坑。第一呢是看公司赚不赚钱，不然进去呢就是接盘侠了。现在找工作第一步不是看薪资，而是看这家公司到底是赚钱的还是靠投资人输血活着的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现金流，如果是上市公司，去财报里面去找这个经营性现金流这个指标，如果连续几年是负的，那说明
业务本身就是亏钱的，全靠资本输血。那如果是没有上市的公司，你可以问一句：公司最赚钱的业务是什么？如果对方支支吾吾，或者是直接打太极，那基本可以判定他可能在苦苦支撑了。第二呢是看收入结构，别净靠天吃饭的公司。你有没有发现这2年倒下的公司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收入来源太单一了。很多外贸公司90%的订单是靠欧美市场的，结果欧美经济一降温，那业务直接砍掉一半。还有像直播带货的 MCN 更夸张，业务完全依赖于头部主播，主播一跳槽，公司直接倒闭。所以进公司之前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收入来源是靠单一客户、单一平台，还是有多个业务支撑的。如果所有营收绑在一个篮子里面，那你进去可能就是等着哪一天一起出事了。第三呢是看老板的履历，他过去怎么搞，决定你未来怎么过。很多人找工作只看岗位薪资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决定你能不能看长久的，其实是老板的格局。最简单的方法，查一下这个公司高管的履历，看他们之前看过的项目现在还活着吗？如果上一家公司就已经亡了，或者是过去一直在搞短期投机，那很可能你现在进去就只是他的过渡工具人。还有一个更狠的方法，去找公司3年前的宣传，看看他们当年吹的牛现在实现了多少。如果3年前喊着5年内一定要做到行业第一，结果现在连前5都没有进，那你就要好好想一想，这家公司是靠实力干事还是靠 PPT 画饼。所以2025年找工作，你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别被公司表面的光鲜给骗了。刚刚去面试了一份5000块钱的工作，因为年龄问题直接被拒了，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半年前我还拿着3万块钱一个月，如今5000块都没人要了。我是84年的，今年刚好40。人家说40不惑，我刚好相反。现在眼前一片迷茫，不知道下一步路该往哪走。我学的是市场营销，原来在一家新能源企业做市场调研，每个月工资3万，天天有做不完的 PPT， 各种分析报告。表面上看着光鲜亮丽，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份工作的本质其实还是一个文职工作，并没有核心竞争力，可替代性也非常的强。现在失业后终于印证了这一点，再出去外面找工作连5000块钱都够呛。因为我除了在电脑上做 PPT 之外，基本上啥也不会，跑腿脚没有小伙子利索，跑滴滴路又不熟，好像除了去应聘干保安之外，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如果只是单纯的失业，可能还不至于到我现在这个境地，毕竟工作10几年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积蓄。但是我偏偏鬼迷心窍，在2019年的时候买了人生的第2套房。我现在住在江西的一个3、4线城市，房子是2014年买的首套房，每个月房贷3000块。2019年的时候被各种舆论和朋友洗脑，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，就硬着头皮掏空了所有的积蓄，在长三角的一个准1线城市买了2套房。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，那个时候就是房价的最高点，基本上就是高位接盘。每个月1万多的房贷，在我有工作的时候还能勉强应付。然而一失业，瞬间就把我打回了原形。去年9月份，我实在是扛不住了，只好割肉将房子卖掉了。最后账一算，这套我1天都没有住过的房子，直接让我损失70万。70万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可能屁都不是，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，它是我整个的青春啊！万万没想到，工作10几年的积蓄就这样被一波清零。我并不怪当初劝我买房的那些人，因为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不是自己鬼迷心窍，谁也劝不动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，怪自己的认知不够，误判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有突然坠落的一天。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，身上还背着一屁股的房贷，口袋里却掏不出2万块钱。老婆在水果店里面做营业员，每天搬水果做苦力，拿着微薄的工资。而我自己的收入已经归零，人生的状态已经跌到了谷底。把我这么狼狈不堪的人生经历展现给大家，并不是想博得大家的同情，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反思。其实我自己也很清楚，作为一名2个孩子的爸爸，我并没有退路，只能越挫越勇，直面血淋淋的现实。